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开始为大家讲述韩剧《那年我们》的故事。本剧的主演分别是崔宇植和金多美，在《魔女》里从片头杀到片尾的这两个人将在本剧搭档 CP， 而且还是全校第一与全校倒数第一。学霸与学渣的设定已经可以预料到甜度爆表。这个男人叫做阿雄，也是本剧的男主。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生，正值高3的冲刺期，结果他仍然上课打瞌睡。奇怪的是，他身边正有一个摄像机对着他，这让他很不舒服。他可不想自己糟糕的睡姿被记录下来。一旁的女生劝他不要盯着摄像机，状态自然一点。而这个女生也就是本剧的女主妍秀。和阿雄不同，她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。两人不仅学习成绩天壤之别，就连脾气爱好也完全不同。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两人都喜欢看书，只是妍秀看的是学习方面的书，而阿雄则看的是课外书。妍秀第一次注意到阿雄，也是因为在图书馆借书时，阿雄在当月的读书王活动中作为第一名排在了他上面。他本以为对方是个和他一样的学霸，没想到却是连任全校倒数第一的学渣。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会成为同桌呢？事情还得从妍秀去见班主任那天说起。原来班主任有个制片人朋友名叫分叔，分叔想拍一部校园纪录片，主题就是全校第一和全校吊车尾的故事。妍秀其实本来并不想参加，但是听说有报酬后一时心动答应了下来。而阿雄也很抵触这件事，但是经不住父母的耳边风，只好半推半就地参加了拍摄。结果不出意外，两人就像是天生的冤家一般，互相都看不顺眼，小摩擦更是没断过。所幸的是，这场纪录片的拍摄很快就接近了尾声。制片人在结束前问了两人一个问题，让他们猜想一下10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一向自傲的妍秀觉得自己肯定会成为社会上的顶尖人，而阿雄只想作为一个普通人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两人都认为10年后的自己绝对不可能再和对方扯上关系。但命运似乎给他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。10年匆匆过去，妍秀成为一家名叫奔涌的小公司的组长。这天，他为了拿下一个项目，正向甲方朝安公司的张组长展示自己的营销战略。没想到张组长非常苛刻，经常还没等他说完话就打断他，这把妍秀气得够呛。但为了促成这桩生意，他只能忍气吞声，将自己最出彩的策略摆了出来。为了促成朝安店铺的线下宣传，他打算和画家老高合作。老高是一个专精建筑的插画师，前段时间女明星 NJ 购买了他的画作，让他一炮而红。现在妍秀打算让老高现场作画，以提高朝安店铺的知名度。张组长听此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终于松了口。会议结束后，妍秀来到停车场，准备回公司和组员们商量如何请到老高的事情。正当他诅咒到不讲理的张组长时，没想到张组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原来他们的车子样式非常相似，导致他认错了车。张组长又是一阵数落，让妍秀非常崩溃。和妍秀不同的是，阿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他在家里开的餐馆打下手，日子倒也算过得去。这段时间，雄爸想要为自己的餐馆拍一个宣传片，所以找上了志雄来帮忙拍摄。志雄和阿雄是从小玩到大的损友，两人名字非常相似，导致经常被人叫错。如今的志雄成为了一个制片人，说话又好听，非常讨阿雄父母的欢心。阿雄有时候都会怀疑志雄才是自己父母的儿子。镜头回到妍秀这边，组员们都很佩服妍秀，像他们这种小公司竟然能接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，这很大一部分都是妍秀的功劳。公司代表也意识到妍秀是个高手，主动请客让组员们一起聚餐。可是妍秀拒绝了，她现在的心思都在老高的画作上，如何拉到老高成为一个新的难题。另一边，阿雄一大早就骑着小电驴来到画室，沉迷作画的他忘记了时间，一眨眼就画到了晚上。弟弟不想看到阿雄将自己闷在画室中，于是强行拉着他出去运动。志雄也陪着两人出来散心。几人聊天时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原来阿雄表面上无所事事，其实背地里一直在靠画画挣钱。如今在网上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，只是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他没有选择用自己的名字，而是用了一个名为老高的网名。命运似乎再次将两个本以为分开的人联系在了一起。下班后的妍秀来到姐姐的小酒馆借酒消愁，姐姐也很发愁，不过她担心的是妍秀的终身大事，有个小伙子和妍秀相亲，结果被妍秀放了4场鸽子。
姐姐觉得太过分了，这一回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了。妍秀见姐姐以绝交威胁自己，只好暂时答应了下来。看着颓废的妍秀，姐姐继续劝说找个男人谈场恋爱，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但是妍秀明显没有这个想法。如今的她只想搞好工作上的事。回到阿雄这边，弟弟趁着打球休息的时候问起阿雄现场作画的表演考虑的怎么样了，没想到阿雄依然是拒绝合作的态度。弟弟不明白阿雄到底怎么想的。5年前阿雄奋发图强，拼命学习画画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点成色，机会还主动找上了门，按理来说不应该拒绝才对。阿雄却依然不为所动。在酒店喝够的妍秀回到了自己的家中，奶奶闻到了她身上的酒臭味，催她去洗澡。没想到妍秀却借此向奶奶发起了酒疯。其实她并没有喝醉，只是在跟奶奶撒娇。之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中，继续查看老高的资料。她注意到其中有个问题，问到老高为什么只画建筑物，而老高的回答则是他不喜欢会改变的东西，所以从来不画人的内容。这让妍秀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很快来到第2天，志雄来到自己的公司上班。其实他和阿雄很像，作为制片人的他也不愿意拍关于人的纪录片，而是更中意于拍摄关于建筑的纪录片。但是公司自然是奔着收益去的，建筑纪录片早就过时了。他们频道当今最火的纪录片就是记载人的。志雄看到视频后却愣住了，这个纪录片的内容正是10年前阿雄和妍秀快乐的校园生活。妍秀的组员也注意到了这个播放量突破天际的纪录片。看着当时毒舌的妍秀，女组员开玩笑道，妍秀和张组长一样变态。没想到妍秀正在几人的背后盯着他们，幸好几人反应机灵，将锅甩到制作人的头上，称制作人一定对妍秀有偏见，所以才把她拍得那么坏，代表闻讯来凑热闹。结果组员们在妍秀的淫威下一个字都不敢说。此时的志雄依然很郁闷，分叔想让他翻拍一下妍秀和阿雄的纪录片。志雄不明白分叔作为第一部的拍摄者为什么不亲自操刀，反而将任务交给了他。原来分叔上了年纪后身体吃不消，没法长时间的劳动，并且他知道志雄之前和阿雄是好基友，所以才将重任委于志雄。志雄只好答应下来。弟弟也刷到了阿雄的视频，于是恶趣味的装作阿雄的朋友，在评论区进行留言。这时旁边阿雄遗漏的手机震动起来，看到来电人的名字后，弟弟瞬间不淡定了，连忙将手机送给阿雄。阿雄看着紧张的弟弟很不理解，结果看到名字后瞬间就明白了，原来是女明星 NJ 打来的电话。 NJ 不知道是对阿雄有意思还是对阿雄的话有意思，反正就是想约他见面。阿雄本来想以要帮父母搬大白菜拒绝 NJ， 弟弟急得给了他一脚，阿雄这才同意下来。弟弟作为 NJ 的粉丝，激动的手舞足蹈，他没想到自己的笨蛋哥哥竟然能和大明星 NJ 通上电话。没想到阿雄告诉他是 NJ 主动要的他的电话，他刚刚想拒绝，就是因为他觉得 NJ 是想免费拿他的话。这番发言让弟弟气不打一处来。 NJ 上礼拜才斥资150亿韩元买了一栋房子，怎么可能贪这点小便宜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妍秀根据姐姐的委托来见那个被她放了4次鸽子的男人，结果在约定好的餐厅见到了凑巧在这里吃饭的张组长。很快男人如约而至，让妍秀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男人因为被放了4次鸽子，这次约他是专门向他发泄怒火的。这一幕也被张组长看个一清二楚。看着幸灾乐祸的张组长，妍秀为了让他保守秘密，主动坐到他的对面。另一边，阿雄也在等待 NJ 的出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 NJ 给他发来消息，因为下雨所以来不了了，他会在明天早上去工作室找他。阿雄见此留下自己无聊等待时画的画，离开了餐厅。第2天一早，阿雄被一阵门铃声吵醒，没想到来人竟是妍秀，他们的命运从此刻开始再次交织在一起。本章完。本章还有个细节的地方没有说到，弟弟在为阿雄准备件 NJ 的衣服时，发现了一对丑丑的情侣装。阿雄见到情侣装后，则露出了回忆从前的表情。而妍秀在和张组长聊天的时候，发现2人穿的也是情侣装。张组长对情侣装这种东西不屑一顾，但妍秀似乎却有着关于情侣装的回忆。根据阿秀和妍秀2人的表现，应该不难猜出他们之前除了针锋相对，似乎还发生过其他事情。究竟是什么事呢？只能等后面的剧情揭晓了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